2月18号，魅族表示 All in AI， 停止传统智能手机新项目。正当大伙以为魅族要砍掉21 Pro 这款产品的时候，2月29号，魅族发布了全新 AI 终端魅族21 Pro。好家伙 ，AI 终端不是智能手机感情你是跟我玩文字游戏是吧？等等 ，AI 终端不是传统智能手机你说魅族这波宣发有没有可能是为了规避之前那个3年内回到国内高端市场 Top 5的 flag 呢？当然，这里也可以先给大家省流一波魅族21 Pro 上的 AI 能力，目前体验下来还真谈不上突出，甚至部分功能相对于友商呢还落后一些。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这台机子本质上还是一台常规手机。那么今年魅族21 Pro 的产品力能不能站稳5000档位呢？和上代相比21 Pro 的后摄 Deco 造型确实没啥变化，依旧是4个独立镜圈竖排设计。在如今这一众大元奥利奥审美霸权下，这种简简单单的平地起高楼反而显得比较有辨识度。所以珠海小三星，南韩大魅族，或许就是对于近2年魅族设计上的一个概括吧。魅族的白色和一般手机还不太一样比如说别家的白色可能叫月光白、洛可可白、流白、晴雪等等，而21 Pro 的白直接叫做魅族白。其实核心差异呢还是正面这个边框颜色。这里呢，大伙也可以在弹幕里面走一波，白色手机前面板，你是更喜欢白色呢还是黑色？不过同样是白色面板设计，21 Pro 的边框要比之前21呢粗了一些，看起来确实没有那么极致了，算是一个小遗憾。屏幕比例呢和21无界一样为21:9，再加上方正的机身。恍惚间有种这个索尼大法时装 Flyme 的错觉。6.79英寸的屏幕，机身宽度呢为74.42毫米，要比小米14 Pro 6.72英寸加4尺面屏幕呢更窄，算是窄长机身的一个好处吧。就是垂直边框设计嘛，握持手感还是很能算得上优秀。背面呢是白色 AG 磨砂玻璃，手感不错，基本是不沾指纹。镜头直径呢要比20 Pro 大了一圈，镜圈部分也进行了黑化处理。满分10分，你会给这台机的颜值打几分呢？可以走一波弹幕。不过有一说一随机附赠的保护壳有点应付，都5000价位了，依然还是清水软壳。同价位友商 Pro 机型大多已经是换成了磨砂 TPU 材质。既然魅族21 Pro 发布会上主打一个 AI，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魅族手机上的 AI 到底是什么水平。需要注意的是21 Pro 出厂的稳定版系统还没有推送完整版 AI 功能。以下这些呢是我们刷成内测版后的效果。升级内测系统之后 ，IC 语音设置呢会多出一个 IC 大模型，里面的功能全开就完事了。之前有好多人测试翻吃了1+12怎么样，还有3+4×5等于多少的问题，经过升级后已经是能够给出正确答案了。接入大模型之后呢 ，IC 还能够干一些收费的活比如说像什么文章生成AI 画图都能够直接用。不过这 AI 画师呢不是特别聪明，描述稍微复杂点它就画不出来了。AI 灵动键就是把 AI 语音和视频做了一个整合，用起来还挺方便的。输入辅助会对当前界面的语句进行分析，然后呢自动生成回复目前体验下来呢还是图个乐的效果，和发布会上重新定义输入法差距不小。相册这一块也是加入了 AI， 不过发布会上的图片扩展和 AI 写实都没有时装，目前呢只有消除功能，不知道啥时候能够给 OTA。而且同样是 AI 消除功能吧，魅族这个对比绿厂的 ARGC 差距确实非常明显实际消除的可用性我觉得是比较低的。这里大伙也可以简单看一下测试对比。Flyme 10.5 作为真正手机操作系统，优势呢还是和我们之前视频里提到的差不多。一个呢是比较简洁清爽整个系统除了钱包有一个横幅广告，其他地方是真的很少看到。浏览器、负一屏、天气、应用商店都是清清爽爽的。招牌的小窗用之即来，挥之即去算是目前安卓定制系统里面最好用的。另外 ，iLove 壁纸默认的 UI 界面看着也比较舒服。不过打断动画这一块 ，Flyme 显然是没有跟上大部队和红门、橘子、澎湃相比，差距就比较明显了。至于发布会上画的饼比如说公开软硬件接口，做 AI 时代的树莓派，按照目前魅族手机的体量我觉得大伙可以先降低一下预期。屏幕方面，这次魅族21 Pro 从上代的 2K16 变成了国产 2K OLED， 实测6个区块平均分值亮度呢是1271尼特，不过屏幕手动最高亮度呢偏低，只有580尼特，而且系统中也没有其他设置选项可以开到更高。支持 B 站的 HDR 视频，但是不支持杜比世界播放。激发亮度设定上，20000 lux 呢是768尼特，50000 lux 呢是1070尼特，表现还不错。
但这个可视角度表现就不太好了，轻微偏转角度就会出现局部稍稍偏蓝，大角度下亮度衰减呢也是比较明显，而且拉低亮度之后，屏幕看着呢也会存在轻微麻木感。鲜艳模式覆盖100%的 sRGB 色域，86.6%的 P3 色域，平均色频呢是2.4。切换到自然模式或者说专业模式之后，色准呢都会更好些啊。但是这两个模式下，色域覆盖都要比其他机型呢略低一些。另外，专业模式下的平均色温呢是6100K 左右啊，看着明显偏黄。色彩这一块呢，建议还是鲜艳模式使用吧。调光方面，85尼特以下呢是高频 PWM 调光。注意啊，魅族21 Pro 只在90赫兹模式下才能激活2160赫兹的 PWM 调光。但是目前系统是没有90赫兹这个选项的，120赫兹模式是1920赫兹的 PWM 调光，80尼特以上是类 DC 调光。不过21 Pro 这个类 DC 黑条相对粗了些，实际的 SVM 值表现和第一梯队机型相比也是差点意思。比如说在150尼特以下亮度区间，SVM 值呢都是在0.4以上的，不如小米14 Pro 和1加12。虽然说小厂这个体量想要在硬件堆量上 PK 大厂还是有点难度，但是这2年在魅族手机上还真有一个硬件体验是领先的大伙觉得是啥呢？对，没错，就是超声波屏下指纹，而且魅族21 Pro 还可能是今年唯一一台采用广域超声波屏下指纹的手机。解锁体验是真的好，晚上不会像光学屏下指纹那样闪瞎眼，也可以呢实现失手解锁。入指纹的时候只需要重按1次就行，常规的光学屏下指纹就需要反复下多次了。不过系统 UI 呢，并没有针对这个广域超声波屏下指纹调整这个 UI 界面指纹实际的覆盖范围会比图标呢大很多，就算是手指放在圈外也能够正常解锁。压感呢也依然保留着 ，M-Back 重按回到桌面，锁屏界面的快捷按钮不容易误触，非常好用。马达用的是魅族21同款的0916，震感清脆有力，哒哒哒，打字很爽，妥妥第一梯队。充电部分呢是80瓦的有线和50瓦的无线，参数跟去年的20 Pro 没啥区别，但实测下来，有线15分钟快充电量呢是11.4瓦时，完整充满耗时呢是38分钟，比去年是快了不少了，甚至超过了小米的90瓦这下80瓦大于90瓦这个不等式呢是成立了。当然，这个速度和同价位很多120瓦的 Pro 机型相比还是慢了些。魅族快充的一个好处呢，就是不挑头 ，PD 3.0、PPS 和 QC 4加的充电头呢，只要功率够，基本都是能够把充电速度给拉上来的。IP68 也再次回归了，都5000档位了，这种能够提高手机存活率的配置确实不能省。日常的性能调度、流畅度表现基本可以参考之前的魅族21。应用冷启动的时候，X4大核会短暂参与一下。到了应用内的信息流或者说子页面点击加载，基本就靠5个A720来参与运算了。X4大核大多数时间呢都是在摸鱼，日常调度偏向于节能策略。当然，魅族21 Pro 刚买到手的时候，信息流页面滑动呢会存在一些问题，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掉帧更新之后呢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在我们300尼特纯5G 数据流量模型下，最终亮屏续航成绩呢是6小时52分，在2K 屏8进3机型里面表现的还不错。游戏方面，王者荣耀高清120帧，平均帧率呢是120.5帧，整机功耗呢是3.2瓦。王者功耗作为2K 屏机型来说呢表现不错，但是原神的功耗略偏高，20分钟虚拟地图跑图，平均呢是59.8帧，整机功呢是5.9瓦。调度呢跟魅族21差不多，主要是靠3颗高频 A720 进行参与，最高频率呢是2.13 GHz。另外2颗中频 A720 最高频率呢也是2.13 GHz， 但是不是同步提频。X4大核的参与度呢不高，平均频率分别是1.93 GHz、1.2 GHz 和1.13 GHz。负载更高的新铁里面，魅族21 Pro 保留了一部分原来21的味道，帧率上下波动比较频繁，不像8进3机型该有的表现平均是55.9帧，功耗呢有6.8瓦。调度上，高频 A720 大多数时间呢是直接顶在了2.57 GHz。中频 A720 动态调整，X4大核呢则是在0.67 GHz 稳定摸鱼。这套调度策略显然是有问题的，希望魅族的性能 AI 小助手能够听到我们的建议，好好改一改。大家觉得这2年魅族手机最大的短板是啥？估计现在弹幕里面飘过最多的应该是拍照2个字。魅族21 Pro 的主摄规格呢其实还不错，用的是14 Pro 同款的 OV50H， 也有光学防抖，但是另外2颗摄像头规格就不够看了。3倍长焦有光学防抖，但是传感器底只有3.52分之英寸，超广角同样是小底方案。白天大部分场景下，21 Pro 的主摄表现呢其实还不错比如说这组经典的楼道小窗样张，终于是不像20 Pro 一片白色了，画面的动态范围、暗部的降噪都有明显进步。
很多场景画面明暗对比，色彩观感呢也不像20 Pro 那么奇怪存在比较明显的塑料感。而且这次晚上拍摄终于是有自动夜景模式现在大部分城市夜景的灯箱高光也是能够正常压下来了。魅族20 Pro 的样张基本是能够一眼看出拍照算法和同期期间呢差距2年半以上，要么呢就是灯箱高光部分压不下来，要么呢就是压下来了，色彩还原严重不准。魅族21 Pro 在正常发挥的情况下，观感素质其实已经和小米14 Pro 是比较接近了。当然，魅族21 Pro 目前这个自动夜景拍摄体验是有待加强的。在拍摄一组样张之后，卡前台快门的时间会比较长，达到相同画质效果的前提下，成像时间明显要更长。所以到此结论呢就是21 Pro 对比魅族20 Pro 拍照进步很大。但你要说综合的成像稳定性、高像素裁切算法、两颗副摄的成像质量，那么它和同价位机型一比，这需要进步的空间也是相当的大。主摄同样是 OV50H 传感器，魅族21 Pro 的2倍压根就没有做高像素裁切实际画面的解析力对比14 Pro 差距可以说是非常明显了比较奇葩的是，魅族20 Pro 虽然说有个2倍长焦但是最新系统下，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它基本都是用主摄裁切来完成拍摄的。2倍长焦需要切换到专业模式才会给你调出来。这次魅族21 Pro 有个3倍中焦，而且有光学防抖，但是3.52分之英寸的小底，1000万像素即便是原生焦段，画质也不太够看。对比13 Pro 的 GN1 3.2倍，无论是画面的解析力、沉浸度还是噪点控制都有差距。继续拉到5倍之后，差距会被进一步拉大。14 Pro 这个呢还勉强能看，21 Pro 就基本没啥可用性了。另外，受限于小底，到了光线上压的环境，21 Pro 这个3倍则容易切换主摄变成数码裁切。画面清晰度呢会被进一步拉开差距。3倍长焦在触发 HDR 的情况下，实际成片样张呢要比预览画面小一圈，对于画面的构图影响呢也会比较大。主摄在触发 HDR 的情况下，解析力呢下降会比较明显如果刚好拍摄一些绿植或者草坪的样张，细节呢就容易糊在一起。在拍摄部分蓝色灯箱时，21 Pro 的夜景算法也存在一些翻车情况比如说这组样张，蓝色灯箱直接拍摄了蓝绿相间的效果。这组样张呢也会稍微有点类似情况。红色、粉色部分呢还原都正常，但是蓝色部分有点蓝绿相间了。至于超广角嘛，白天表现对比14 Pro 的GN1超广角其实差别不大主要差别呢还是在晚上，画面的纯净度、地面纹理的细节要比14 Pro 呢弱不少，毕竟两者传感器尺寸这块存在一定差距。OK， 那么看完视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想法？会考虑购买魅族21 Pro 的扣个1，不会考虑的扣个2。等降价的可以扣个3。其实这2年在评测魅族手机的时候无论是中杯还是旗舰都有一种相似的感受，那就是能讲的优点基本还是Ferrari的部分功能加超声波屏下指纹，缺点嘛就看具体机型了。但无论是哪个机子，拍照在同价位来说都不太行。这个结论也可以套用在魅族21 Pro 这台机子上作为5000档位的机子这次外围规格跟上了大部队比如说大尺寸 H5 天际马达，有 IP68，快充速度呢重新追了上来。还有广域超声波指纹这个优势卖点，目前系统存在的优化问题主要还是高负载游戏调度比如说原神的功耗略偏高，星铁的帧率呢波动很大。拍照这块对比上代 Pro 进步确实很大但是你要放在5000档位去看属于是短板稍微给你补了点，但还是太短。对于魅族来说相机这块想要追上头部大厂确实很难的啦。整个相机团队人才数量就不是一个量级的，自研的算法、不同场景的细化调教、定制的潜望模组等等都有很大差距。说实话，今年各家中杯的产品配置堆料其实已经是很不错了拍照也得到了加强，日常体验甚至都不输大杯机型。Pro 机型能够拉开差距的基本就是更强的拍照能力、更全面的外围规格。但魅族这个 Pro 是完全提供不了拍照上的优势了。这里呢，大伙也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现在5000档位的机型拍照不给力，你能够接受吗？只能说作为手机日常使用，这次魅族21 Pro 体验呢其实还不错。但是相机这一块的大短板，注定这台机子是无法站稳5000档位的 Pro。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个赞、加个关注，这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同时呢，也别忘了去我们淘宝配件店逛一逛、看一看，搜罗更多优质壳膜。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